米诺。天后，苏晨几人出了秘境后，理所应当苏晨第一名。回到家后，又抽奖抽出了天职序列第4的贤者，天职与神之眼，能够学会目之所及的一切魔法。就这样安稳几个月后，龙洛儿的父亲和兄妹也来到了这里。洛儿，速速跟我回去，我或许能放过这人类男子的狗命。我不走。洛儿，你醒醒啊！我们神龙一族几万多年以来的夙愿，全都在这一次的龙神祭典之上。你真的忍心看到我们几万多年以来的努力化作泡影吗？如果你担心那名人类男子的未来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现在就能给予他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，无数的珍稀修炼资源，直到他寿终正寝为止。这你到底有什么不满的？没等龙洛儿开口反驳，反而是苏晨率先开口插话道：“说的真好啊，确实，洛洛未来的成就绝对不止于主宰之境，但前提是他没有被那所谓的龙神夺舍。”此话一出，全场一片死寂。亲生父母和兄妹居然想要牺牲自己的亲人来换取龙神的觉醒，以此来保住你们的命。龙洛儿听到这顿时崩溃了。原来他们对我那么好，给我那么多修炼资源，只是为了给龙神准备一副上好的躯壳吗？90年的亲情，难道都不如一个素未谋面的神明吗？我到底是为何而生啊？既然说不通，那就靠武力镇压吧。苏晨当即用所有的能力点兑换自己临时强化到帝王境巅峰。既然要让龙霄知难而退，那就必须要展现强大的力量，强到让他恐惧胆寒的力量。只见苏晨举起金色长剑，对着天空一剑斩出，一道恐怖的剑道一直直冲云霄，几乎吸干了这一片天地之中的所有人力。仅仅只是那恐怖的剑芒，竟一剑劈开了大地，留下了一道数公里长的剑痕，深约100米。齐余威直接压着龙洛儿兄妹和他父亲长跪不起，双眼无神地注视着苏晨，彻底丧失战斗下去的欲望。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苏晨目光冰寒，宛如死神般注视着面前的龙霄。难道你真的不为天下众生着想吗？真的就那么自私，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放弃下界所有的生灵吗？洛儿，他肩负着我们神龙一族的希望，也是下界所有生灵的希望啊！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的男人，又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所以需要靠牺牲龙洛儿才能守护的世界，不要也罢。一个种族如果需要信仰神明来成就自己的种族，那这个种族也离死不远了。我想，就算龙神真的复活，也不会管这种事。龙霄没有反驳，因为他知道苏晨说的是事实。以龙神的性格，即便真的复活，也不一定会帮助龙族。这一切都只是他们走投无路最后的妄想。现在，要么滚回你们的龙族，要么现在我一剑斩了你们。龙霄沉默片刻，缓缓吐出几个字：我们走。洛丽小龙娘本剧到此完结了，原著后续番外更新了，预计番外篇寒假更新，番外新一轮的大蜘蛛需要时间，请耐心等待，期间会更新一些其他剧供大家欣赏，你可以永远支持主播吗，宝贝？等到晚上，苏晨被告知龙神要见自己，并得知龙神真正的死因，真正是死因。是的，当初我跟弑神者是属于合作关系，在一次战斗，我们杀掉了罪神之首撒旦，可仅经和平了100年，就出现了新的罪神贝利尔。我们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拉拢了几千名神明。当我再次遇见弑神者的时候，他已然失去了一切，他失败了，败得彻彻底底。我自知现在的世界已经失去了让我立足的根本，所以我让他将我斩杀，让我可以施展灵魂秘术，将自己的灵魂一分为二，其一保存着记忆，背负违反神灵条约的罪孽，隐藏于另一半灵魂之内，也就是现在的我。另一份纯洁无瑕的灵魂化作名为龙洛的女孩与你相见。好了，我此次来找你，是希望你能帮我找到我当年遗留下来的法宝太古龙日，只要有太古龙日在，我就能重塑身躯。跟龙神聊完后，已经是7个小时后了。几十年后，苏晨神帝境巅峰，并找到了太古龙玉，复活了龙神，斩杀了罪神贝利尔，成为此方天地的主宰。苏晨和龙洛儿逐渐走向婚礼殿堂。那么首先呢，一拜天地不对呀，苏晨大帝就是此方天地的主宰，该怎么拜？那就直接跳到最后一步得了，我要入洞房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再次爆发一阵欢声笑语。
找到幸福的秘密。